Hello，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你来到 JC 的塔罗牌占卜频道。今天为你准备的大众占卜，让我们来探索一下你的有缘人真命天子。如果你相信所谓的前世今生，如果你相信所谓的命运的话呢，你就知道每一个人都拥有命中注定的爱人，即是有缘人，也就是真命天子。那它指的呢，就是情投意合的人，也就是灵魂家族中的一位，一个可能在此生与你产生爱情关系及相依相伴的那个人。可能他并不一定是你的双生火焰，他是对的人，但他可能不一定会陪你走到人生的尽头。因为如果双方没有很久的恒定决心，互相没有共同努力经营的话呢，那么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是可以成为另外一个人的终身伴侣的，没有任何一个人是陪我们走到人生的尽头，除了我们自己。那今天我们就用塔罗牌占卜与你的真命天子进行连接，了解一下他是怎样的人。同时我们也通过此占卜呢，探索你自己内心的想法，并接受宇宙的讯息，当下如何去改善自己的外在行为，在对的时机可以遇到这个合适的人呢？目前桌面呢有3组塔罗牌组，每组牌卡都是完全不同的讯息，你要从其中一组呢选择一组牌卡进行聆听哦。在选择牌组之前呢，我们要先进行一下静心的小仪式。现在呢，请你深呼吸，让自己在最放松的状态，排除所有的杂念，什么都不想。然后我们在心中默念：亲爱的宇宙，请让我跟自己的真命天子进行连接，感谢你的指引。询问完之后，在3组之中选择一组牌卡。选择好之后呢，在视频下方的信息栏有对应的每组牌卡的时间，点进去就可以聆听老师为你做的解读了。也记得在聆听牌卡讯息之前，公屏打出来领取好运等等的字样，跟视频进行一个最准确的能量连接哦。那现在你选择好了吗？我开始为你做占卜咯。亲爱的，选择左边第一组的你，我们来接受一下宇宙当下给你的讯息。那么首先呢，我们来应对一下你自己的星座性格。如果有应对到的话呢，那就可以继续往下听哦。如果完全都不是你的话，可能要跳脱出去，重新进行一下牌卡的选择了。那么首先呢，你的星座大部分朋友应该是处女座、双鱼座、狮子座、金牛座、天秤座、摩羯座、水瓶座，请同时参考月亮、太阳、上升星座。你是一个心灵世界特别丰富的人，而且呢，也喜欢沉浸在精神世界里面，并不是一个很肤浅、注重物质的人哦。对于金钱啊、欲望啊、权力、地位，没有太大的一个贪婪跟想要之心。你并不是对世俗很多的东西感兴趣哦，你并不尊奉世俗的那些价值。对于人性呢，大多数时候你都是比较通透的，而且你也是一个很懂人情冷暖的人。对于很多事情你看得特别的通透，很注重每个人的人性。你是有比较强的敏锐直觉能力，以及跟沉稳宁静的感性的。其实你是比较理智的，注重中庸之道的人。任何事情呢都是比较客观、比较公正的，不会太过于的极端啊，也并不会很偏激，是好坏输赢，更多的呢，你是掌握一个中间值哦，做任何事情都比较适度的去考虑，你也可以去感同身受，站在别人的角度呢去思考。同时你是直觉能力、第六感比较强的人，有比较高度的感受能力。有时候呢，你可能会压抑自己的一些情绪，毕竟我们是在物质世界里面，所以要去做一些取舍，要去做一些退让，要去做一些妥协。
你可能给人的感觉是比较平和的，是比较宁静的。最主要的是不想把内心的这种激情啊、兴奋感啊全部都表现出来。你不是一个特别火象星座的人，并不是非常的外向，你是有自己知性、内敛、有智慧的那一面的。你对于物质享受呢，并不是很感兴趣，但对生命的热度你是蛮强烈的。外表上看起来是很文静的，表现出对事情的这种冷淡度，实际呢是自己有优雅矜持的表现，实际上呢是有保守的性格的，缺乏太大的野心、抱负或者是动力，有时候可能很难长时间专注于某件事情，多多少少是有一些分心的，可能对于自己很不喜欢、不感兴趣的事情呢，你是没有办法坚持下去的，比较注重自己内心的感受哦。自己在选择事业或者是在选择爱人上面呢，不会以外在条件，这个人的家庭是不是好啊，这个事业是不是赚足够的金钱啊，或者是未来有很大的一个发展啊，不会以外在的这种条件去影响你做选择。最主要的是呢，你喜不喜欢这个人，有没有感觉？最主要的是这个事业呢，是否是你感兴趣的？只有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你才会持之以恒哦。另外呢，你也是其实蛮聪明、蛮有智慧能力的一个人，的思想是比较清晰的，在年轻的时候呢，就对自我有更多的一些认知，对于社会有更多的一些观察，对于自己未来的人生梦想呢，就想得比较清楚了，是对于自己的想法呀、计划啊、愿景呢，都是有比较清晰的一个判断能力的。另外呢，你也有一定的冒险精神，你也有一定的好奇心，对于很多自己没有体验过的事情，你都愿意去体验哦。对于很多自己没有做过的或者是不了解的事情呢，你都愿意去了解，愿意去尝试，这一点特别好。因为在你有更多的经历之后呢，你就会觉得自己的人生是非常丰富的，是非常精彩的。你不喜欢被别人推动，或者是被社会推动往前走，你也不喜欢鲁莽啊，或者是匆忙的去做任何的决定。你更注重一种安全感，你不想自己的人生中有太多的一些突然的变化。当然你喜欢有不断变化的能量，这是两码事情。对于周围出现变化的人事物，你是非常积极跟乐观的，但是在你计划之内的一些事情突然的变故呢，你可能就会觉得不踏实。其实你是一个比较生活化、比较接地气的人，做人呢，做事也是懂礼节，也是比较节制的。你这个人呢，应该是比较漂亮或者是比较帅气的，至少在别人眼中呢，你是像女皇那么的一个有魅力、有光芒的人。你可能很懂得打扮自己，并不是说你会非常的时尚啊、前卫啊，或者是跟着当下的流行哦。只不过你在穿衣打扮上面，你会注重质量，会注重品味，会注重这个颜色是不是适合你的。可能你不会穿着非常的浮夸，但是呢，你的打扮一定是给人一种很舒适、很亲切的感觉，是没有距离的。而且大多数时候呢，你都是给别人一种非常阳光、健康的形象。你的皮肤也是透着光芒的，如果可以的话呢，你也会更多的展现你的微笑，表达你的这种爱的能量。你是非常享受生活，也是热爱周围的人事物，也是热爱大自然的一个人，会珍惜自己的时间，并且呢，也对自己收获到的美好表达一种感激之情哦。同时呢，你也会让自己周围的环境看起来都是干净整洁美好的，你的家里面很少会出现那种脏乱差，那你自己的办公桌呢，大多数时候都是收拾的比较整洁的。有的大部分的朋友选择第一排主牌的，你们可能都是断舍离的人哦，不会让自己太过于的繁琐，在自己周围的人际关系呢，也不会出现太多的一些麻烦。
对于自己没有感觉的人呢，不会过多的去接触，也不会特意的去讨好谁，特意的去应酬谁。那对于你感觉不错的人，即使这个人呢，他没有很高的一个事业，没有很好的一个条件，你都会愿意跟他接触。只要是让你心动的、舒服的，你不会以外在的一些形象去定义他，你更多的去看一个人的品德，更多的是看一个人的素质。另外呢，你也并不是一个很高调、很张狂的一个人，枪打出头鸟。大多数时候呢，你都是比较低调的。即使你非常的有才华，非常的有能力，你也不愿意去显摆，不是一个自大或者是很骄傲的人。但是呢，你是蛮有能力、蛮有这种灵魂天赋的。其实你是一个可以不断强大、可以不断提升自我的人。你是蛮有智慧的，但这种智慧呢，并不是小聪明呀、小算计呀，或者是去跟别人争夺利润啊、争夺利益呀。你的这种智慧呢，更可能在物质世界里面，大家称为大智若愚。最主要的是你的想法比较大气，比较通透，自己的价值观呢也是很正能量的。自己在人生之中呢，也是越来越有悟性，越来越成熟，对于自己还是比较有自信心，还是有一定的这种正能量的。那当下呢，其实你也很好的在照顾你自己，你也在表现出更多的一些同情心，表达出更多的一些感激之情，是在爱的能量里面，是让自己呢更加的可以去激发别人啊，可以去帮助别人啊，可能更加注重地球的环保啊，可能让自己的生活呢更加的舒适感，更加的放轻松，更加的自由自在，自己呢也是很独立自主的。同时也可以看到呢，你自己觉得当下这个时代让人焦虑的元素实在是太多了，可能社交媒体上的很多的那种报道一不小心就会让自己有巨大的一些压力，所以你会希望自己不要有太多时间上网啊，不要有太多时间加班加点啊，不要去追逐金钱啊，而是呢要让自己在身心灵上面得到充分的休息。希望自己可以短暂的抛开工作的烦恼、生活的琐碎，让自己呢拥有更多属于自己的时光。你并不是一个很愿意去参加派对啊、聚会啊，可能年轻的时候希望有更多的一些走动认识朋友，但是到来一定的年纪，有经历过那种派对期之后呢，更希望待在家里面，或者是让自己的生活更加的平静舒适，更多的接触大自然。也许呢在洒满阳光的草地上睡个午觉，也许呢在这种波光粼粼的湖边去散心，可以让自己呢更多的注入一些新鲜空气哦，而且你也会给别人一定的影响能力的。任何事情你都不会去给自己更多的一些内耗，希望自己生活更加的随心随性。当下呢，其实你的生活节奏还是比较舒服的，感觉是在一个对的状态之下，所以内心呢还是期待遇到对的那个人，你已经准备好了。那以上是你吗？如果是的话，我们就可以继续往下听咯。我们就来揭示一下你的真命天子他是怎样的一个人。首先，他其实蛮会打扮自己的，他可以驾驭不同的风格，而且呢他总是让人眼前一亮哦，很懂得打扮自己，跟你一样是一个可以让别人感觉到很舒服，感觉到不浮夸，但是又非常欣赏的一个人。有他在的这种环境里面呢，是有颜色的，是有这种气质跟气场的。他是一个思想并不固执，充满新鲜感，可高调也可低调的人，知道在什么样的环境做什么样的一些事情，说什么样的话，穿什么样的衣服，也知道呢适可而止，不会随时都是夸夸其谈的，也并不是一个自大或者是骄傲的人哦，他只是非常懂得分寸，也是注重礼节的。
除此之外呢，这个人的身材还是蛮好的，他可能会做一些瑜伽啊，他可能会去坚持做一些锻炼啊，他可能会注重自己的身形哦，不要太瘦，也不要太胖，希望自己身上呢是有一些肌肉，希望自己的肉呢是比较紧实的。对自己呢是有一些身材形象上面的高标准跟高要求的。其实这种要求呢，并不是说要让别人看到他的美好，而是自己呢希望有好的一个修行，自己可以欣赏自己，让自己可以充满在一个健康、一个愉悦的身体、心灵之上的。所以它是给人一种比较性感的状态，在穿衣打扮上也不会过于的保守、过于的封建，该展露肌肤的时候呢，它也会是去展露的。对于自己呢，也是非常自信的。他是一个漂亮或者是帅气的人，可以看到呢，他是很让人赏心悦目的。这个人呢，他在外在形象气质上面是美的，是帅的，是好看的，非常棒的讯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他的星座。他的性格特质，他的星座呢，很有可能是狮子座、水瓶座、金牛座、天秤座、双子座，跟你的星座应该是比较合的。而这个人呢，也是蛮有个性的一个人哦，他比较勇敢，他不怕事儿，也不怕竞争，这是一个可以跟自己作战，也可以跟周围的环境作战，也可以跟世界作战的人，并不是说好像周围的人都认同一件事情，都说这件事情是对的，他就觉得是对的，他并不跟风，他可能要独立的思考一下这件事情，站在公平的一个角度去思考，确实是对的吗？还是说大家都盲目的在崇信了呢？所以在想法逻辑思考上面呢，还是很有独立性的，而且对自己呢，他也是有比较高的一个标准的。那不断的会去反省一下自我啊，看自己有哪些缺点，看自己有做的不好的一些地方，看自己呢是不是有一些陋习，生活习惯上有没有足够的自律啊，自己在哪些地方跌倒了，要总结一下经验啊，也要去 push 自己，让自己不断的去成长、去提升，也可能会有锻炼的习惯，也可能会有读书、看书、不断学习的一个习惯。而且这个人呢，很擅长头脑智力方面的活动，他会利用自己的思想力量呢，来实现自己需要的东西。这个人呢，他有很强的读写能力，而且他的语言能力也是比较强的。之前有讲他逻辑思考能力强，所以如果他要跟别人争论的话呢，一般来说他很少都会在争论或者是讨论中失败，是一个很有竞争力的人，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一些想法啊，自己的一些位置。他也是蛮喜欢冒险的。如果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面呢，他保持足够的耐心，他应该会在自己工作专业领域里面成为一个专家的。有时候呢，他就是少了一点点的耐心。有时候呢，他可能也会想得太多，而迷失在自己的头脑中了。他并不是一个特别乐观的人哦，他不是理想主义者，对于很多事情他不会空想，或者是在那边做白日梦，他是可以更多务实的、脚踏实地的去做一些努力的。其实他也有自己虚荣的那一面，有时候呢，他的精力并不是很足，有时候呢，他的自尊心也是稍微差了一些。对于当今的社会游戏规则，他其实蛮多的悲观的可能很多大众在追求的一些成功哦，他会并不觉得那是一种幸福跟快乐。可能自己父母啊，或者是从小也许受到的一些教育呢，让他有一些叛逆，让他不愿意去坚持。这个人他并不是很守旧，或者是有封建思想的人，他的想法呢还是蛮新派的。
看事情呢是蛮通透的，所以可以跟你聊到一起去。你们在文化呀、政治啊、生活方式上面其实有更多的一些沟通，都算是新兴人类，不会太过于的保守。同时他可能对于当下人类的这种阶级制度啊，或者是集体主义并不是非常的接受。他的上进心并不是很强，因为他不是一个努力去工作、努力去挣钱、努力生活的人，而是很享受生活中的人。他会觉得时间跟金钱相比，时间是最重要的，所以并没有太多的这种贪婪欲望之心。对于权力地位也是还好，不会过分的去追求。可能如果他做自己不喜欢的工作，即使可以挣很多的钱，但是他都会愿意去辞职的。他不愿意去隐藏自己的真实感受，而且他也并不是一个很享受工作的人，每天做重复的一个事情，让他觉得自己像 AI 一样。更多的呢是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更多的享受自己的生活。那挣到的钱呢，足够自己的生活就好了，这是他的态度。其实他是敢与众不同的人，有自己的立场，他也有自己的心机，也有自己的谋略，并不是一个傻白甜。但是呢，一般来说，他愿意去建立坦诚跟真诚的关系，但如果有小人要跟他竞争的话呢，他也可以变成小人去跟别人争斗的。他也是可以擅长假装成别人的朋友，然后发现别人的弱点，利用这个弱点去对付自己的竞争者的。大多数时候呢，他是比较心平气和，注重人际关系的和谐的，但是一旦自己受到威胁，或者是一旦自己受到欺负的话呢，他是会反抗的，他不会懦弱的逃避或者是转身走开，他是可以留下来跟别人对立，跟别人争吵，或者是跟别人竞争的人，所以是一个蛮个性的。在感情方面呢，他其实并不太相信一见钟情哦，他会觉得因为第一次见面产生感觉了，而就爱上对方，想跟对方在一起了，这种想法呢，其实并不是很成熟，也并不是太靠谱哦。虽然说一见钟情是一种很奇妙的形式啊，但是如果在自己15、16岁的时候的话呢，那他相信这种感觉是真实的，因为那个时候比较单纯嘛。但是长大之后呢，这种一见钟情可能就并不是很现实，因为你不知道跟你喜欢的人是不是就是你心中想的那么跟自己合适的人，还是要有一定的了解认识之后，才能确定这个人能不能够去深爱。他更相信日久生情，因为觉得一见钟情实际上是比较脆弱的，经不起任何的这种考验，而且对大家的这种彼此的性格啊、三观啊都完全不了解。这种情况之下，大多可能都是对一个人外在的一种欣赏或者是喜欢而已，大多时候都是一种幻想而已。那么一见钟情，刚见面就爱上，甚至话都没有说过的话呢，那仅仅是受到对方外表的一个诱惑而已。要做到真正的爱呢，还是应该在相处之后，觉得对方的一言一行啊、做事风格啊，或者是品德素质啊，确定是自己心动的、喜欢的，然后才可以慢慢的爱上。而且这个人呢，他其实是可以在爱情里面既忠诚，也注重这种头脑逻辑，也注重心灵之间的平衡的。他可以克制自己的情绪，
可以让自己不要太过于的冲动，在感情里面它属于慢热型，它属于慢慢来，慢慢发展，细水长流，先打好这种情感的基础，然后呢我们再谈情说爱。而且他希望大家是灵魂的这种吸引哦，大家真的是有很强的这种感觉连接的，而且大家是可以互相支持理解的人。其实在他的爱情观里面呢，还算是比较成熟的，而且他也愿意为自己的行为去承担责任。要么呢，要爱就大声的爱，深深的爱，足够的奉献、负责任；要么呢，就不爱，这是他的理念。而且他也很重视家庭，他很孝顺父母，也希望可以遇见自己的梦中情人，也希望可以建立和睦的欢快的大家庭。他想要的是那种云淡风轻的爱。大家呢也要有足够的浪漫，足够的罗曼蒂克，在遇到思想对立的时候呢，也要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要随便的去发脾气，去说一些破坏感情的话语。两个人轻声细语的和谐的去沟通。他是一个反战的人类，所以很讨厌出现一些争斗。当然如果生活里面有争斗的事情呢，他也是不会怕的，但是跟自己爱的人呢，他不希望有这样的一些斗争，所以他并不是一个家暴者，他也不会跟自己爱人打架的。那么你们两个人呢，实际上是从单相思开始的，是一个人先喜欢上另外一个人的，在一起呢，你们之间会有疗愈的感觉，会康复这种家庭的问题。也许你们其中有一个人在原生家庭上面没有收获到足够的幸福，对于爱情呢可能少了一些安全感，有时候会出现一些疑神疑鬼啊，有时候会出现一些比较怀疑不自信的能量。但是呢，自从你们两个人在一起之后，心与心进入连接这种深谈之后，会让彼此都感觉到更加的安心。那父母的问题呢，是他们的问题，不能影响到你自己的一些判断，你自己的一些想法了。所以对待这份情感大家其实都蛮认真，也是蛮谨慎的，而且会给彼此更多的一些好的影响力，好的一些疗愈跟治疗，让彼此呢都更加踏实放心的去表达自己的爱。大家呢也会在这份情感里不断的去做出一些浪漫的举动的，会很清晰彼此的真心。同时在这份情感里面呢，也会建立很独立的关系，并不是互相的这种缠绵依赖，随时都在一起哦。大家还是会有自己的一些时间精力，有自己的社交圈子呀，有自己的一些事业，也是先爱自己，才会给对方更多的爱。这份爱情呢，其实就是自己先开心，先幸福，然后再分享给对方。对方呢，也是会尊重你的独立时间的，不会在你跟朋友聚会的时候，或者是你在工作的时候一直给你打电话呀，一直给你发信息呀，他都是很尊重你的时间的。而你自己呢，也知道，好，到时间点了，那这个时候呢，该回家了，你也不会半夜三更还在外面玩啦，你也不会不报备啦。实际上呢，大家都是非常互相尊重的，而你们之间呢，应该有媒介。我们这边出现了一张牌卡让你的朋友帮助你请求接受他人的支持，可能是通过朋友介绍你们两个认识的。如果说你现在还是单身的话呢，你也可以给自己的朋友们说一说你想谈恋爱了，你想遇到一个合适的人。如果他们遇到一个他们觉得跟你比较匹配的人呢，你愿意去认识了解一下的，这个是其一可能会增加更多的机会。因为在外人眼中呢，大家更知道谁跟谁比较匹配，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嘛。那另外呢，可能在未来
进入到认识、熟悉之后，你们也许会有共同的朋友，大家都是聊得比较开心哦，经常聚餐啊，或者是经常一起约会的。那这个时候呢，朋友也许就在其中，不是电灯泡啦，就是在其中呢，可以助一助力呀，可以加速你们两个人感情的建立哦。好，接下来他会是用创新的眼光去发现你跟他之前可能接触的人都不太一样。他在你身上呢，发现很多的一些闪光点。最初呢，可能对你是从好奇心开始的，觉得你蛮新鲜的，觉得你蛮特别的，是一种很新的能量感觉。然后在更多的认识了解之后，越来越发现你身上美好的那一面。同时呢，你也会给他带来一些这种很像冥想一般很平静的能量，这种疗愈感，有一种云淡风轻、很大气、很宽容、很淡定的感觉。那他对你呢，也是这种渴望来的，并不是肝肠寸断啊、干柴烈火啊，或者是很兴奋感，就是一种淡淡的思念，一种淡淡的祝福，希望你是可以开心的、快乐的。那在没有见到你的日子呢，是有想念你的，并不是头脑随时都想着你，而是当自己放空的时候，当自己放松的时候呢，也许就会想到你哦。其实这种感觉特别的好。他对你是有一种充满未来的明智规划的，对你不是一种短暂的激情，是想跟你共建未来的。在决定跟你踏入到爱情之前，他就已经想好了这份情感呢，他想给予足够的专注力量，让两个人可以更加的稳定，让两个人可以走得更加的持久。每当他看到花的时候呢，他就会想起你哦，会有一种睹物思人的状态。也有可能呢，在你们进入到恋爱之后，他是蛮喜欢送你鲜花的，也许你们会约定每一周哪一天送鲜花啊，或者是每一个月呢都要有一次的浪漫烛光晚餐，他也会准备好礼物啊。你们之间呢应该是有蛮多的罗曼蒂克的，而他最大的愿望呢，就是希望你可以在他身边微笑，并且让你感到足够的安心，足够的安全。他对你呢是专心专意，是非常专一的。跟你在一起之后呢，他可能会刻意的杜绝跟异性啊，或者是同性之间太多的一些接触了。为了你可以更加的信任他，他会去做一些改变哦，不会有太多的一些朋友聚会啊，不会有太多的花天酒地啊，而是脱单了，那就要让自己像恋爱中的一样，那该给对方负责任的就负责任，那自己在生活习惯上面要去更改的更改，也会公开的向所有人展示他是有恋爱对象的人，而且呢他是认真的。你跟他周围认识的任何人都非常的不同，但是呢却是有一种熟悉感。对于有的朋友来说，这个人可能是不同城市的人，或者是不同家乡的人，甚至是不同国家的人。你们的三观，你们的生活习惯可能有蛮大的一些差别的，但这正是这种差别，所以他对你保持着一种好奇心，也正是这种差别呢，让你们两个人愿意更多的去倾听对方，了解对方，甚至是研究对方哦。虽然这种差别很大，但是呢，他却莫名觉得你们两个人的心挨得挺紧的，两个人是可以共同的沟通的，两个人是注定好的缘分。你身上呢带着一种亲切感，也许自己在前世是有见过你的，也许自己是有梦见过你的，也许在平行空间里面呢，你们就本是在一起的人，所以在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呢，就感觉蛮不错的。可能即使没有太多的交谈，我都觉得大家也许可以成为朋友哦，就是有这样的一种期待。
在这边呢，他也很感谢你教会他如何欣赏生活中的小事，你对他呢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给他呢也会带来很多新鲜看事情的角度啊，也会给他带来一些很积极乐观的能量。他会为了你去做理财，会为了未来呢去有更多的储蓄的。爱情跟面包都是重要的，不能只有爱情没有面包哦。之前呢，可能一个人对于金钱上没有太多的一些顾虑啊，该用就用，该花就花，不会有太多的一些节俭，是一个月光族。但遇到你之后呢，也知道约会是要花钱的嘛，谈恋爱也是要花钱的。如果共同要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呢，他也是需要有一定的这个储蓄的，所以他会想得比较全，而且呢，也希望可以给你在金钱啊、物质啊、精神上面都有足够的满足跟安全。是一个愿意去展望未来，并且是一个成熟理智的人。那他走进你的生命之中了吗？我们这边出现的牌卡。世界牌卡的逆位哦，它现在还没出现在你的磁场里，它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去完成，可能自己现在还没有很定性啊，可能有一些人生使命要去完成啊，自己可能呢也有蛮多需要去改变、需要去学习、需要去经历的东西。你们现在还不在同一个磁场之中哦，但好的是，很快就会出现了。对于有的人来说，你们之间现在还蛮有距离的，会慢慢的靠近，慢慢走向彼此。他每完成一个项目的话呢，离你就越近了。给他一些时间去更加的成长，或者是有更多的一些经历吧。当在对的一个时间下呢，对的位置，你们是会相遇的。但你们两个人之间有哪些困难产生呢？这边出现了宝剑3这张牌卡，感受到了一种拒绝、背叛、伤害或者是沮丧的能量。你们两个人其中呢，除了说可能原生家庭有带来一些感情的不安全感、不自信感之外呢，或者是对爱有一些缺失之外，也可能在情感里面呢有经历过一些伤痛的。所以当下呢，一旦进入到情感里面，还是不要失去信心，不要把这种专注度在自己的一些负面消极的情绪里面了。这些破坏情感的情绪啊，只会让我们可能有更多的一些焦虑，更多的一些痛苦。不如说积极的去行动，行动如何让两个人增进关系，如何让两个人情感更加的甜蜜。与其在那边想他不爱我了，他现在好像不像之前喜欢我了，那这份情感可能走不下去了，他适不适合我啊？与其在那边往这方面的消极地方想，不如说去思考一下，我做什么事情可以让两个人更加的开心呢？我怎样去做一些浪漫的举动，让他觉得我有趣呢？让我们之间的约会更加的浪漫呢？其实更多积极的一些想法去做，更多大胆的、勇敢的自己没有尝试过的事情，跟这份情感增加更多的一些乐趣、开心的话呢，对情感是有很多的帮助的。所以把专注度放在对的一个地方的话呢，就不会让你们之间出现太大的障碍跟困难哦。有任何事情一起去解决吧，一起去克服挑战吧。实际上呢，你是有能力让自己在这份情感里面做足够的滋养，做足够的感情深度的建立的。你跟自己的伴侣呢，可能也会去面对一些困难的问题，但最主要的是大家齐心协力保持在一起，
有时候他有一些消极的想法了，你给他更多的一些信心，给他更多的一些理念吧，让他看到你的决心。无论如何，你都希望两个人一起走下去，抱着这样的一种合作的意愿，让互相之间有更多明确尊重的互相讨论的话呢，其实关系是可以走到尽头，是可以走到开花结果的。之前的这种感情的悲伤和痛苦也是会得到疗愈的。重要的是给自己一些时间去努力经营自己的爱情，而当下呢，宇宙也给你一些讯息哦，在某一些地方呢是要做一些改变的。在下一段关系里面呢，记得任何事情都往积极的一个方向使劲儿，而且呢，你也是有能力去克服感情中的这种摩擦跟矛盾的。而当下你可能需要去做一些蜕变。有时候在感情里，也许你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非常相信自己可以获得幸福，有时候可能不太相信自己，有时候可能会以消极的一些态度去面对或者是处理，有时候可能也有一些优柔寡断。希望你更加的开放哦，希望呢你可以为自己的幸福而战，希望呢你有更多的合作精神。有时候可能太多站在自我的角度去思考，去做一些行动跟决定了，还是更多的理解一下对方，这样呢不会产生误会。也许对方的一些行动是无心的，一些话语也是无心的，但是自己在情绪上面太过于的敏感或者是偏激消极的话呢，可能就会莫名的给这份感情增加一些阴影哦。同时呢，宇宙也指引你不能在相同的环境去寻找爱情，就你当下的社交圈子，自己生活的环境里面，如果你一直在这种环境之中没有找到自己爱情的话，那你可能真的要跳脱出去，去新的环境，去新的社交圈里面，才可以遇到这个对的人哦。不能一直在这个错的房间里面去找对的人，要进入到对的房间、对的环境之中。如果找到了自己心动的人，很欣赏的人，那就不要退缩，就不要被动，积极的去抓住你自己的幸福哦。那这边呢，宇宙还给你的讯息就是，当你遇到他的时候，你就会明显的感觉到轻松，你就会明显的感受到他对你的爱，你也会有足够的信心。真正爱你的人呢，是不会局限你的生活方式的，是会尊重并且保护着你的。谁是对的人，你就看他是否给你足够的放松自由的感觉。你在他面前呢，是可以无忧无虑的，完全是展现自我。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他都是支持你的。而且你们两个人只要出现任何的小矛盾，他都不会给你压迫感的，他是不会带着情绪过夜的，他也不会给你太多的生活负担，不会给你太多的一些压力。真正是跟他在一起，你就是全身心的感觉到轻松，而且未来呢，你跟对的人呢，你们在一起就是非常的合拍，比较顺利，没有太多的一些挑战。你跟这个人在一起，你就觉得自己可以做真实的自己，你想说什么话，想做什么事情都可以，不用太多的一些顾虑。无论你做什么，他都是比较支持你，而且也愿意去倾听理解你的，不会给你压抑感啊，不会想要控制你啊，不会有太多的嫉妒之心啊，他会去做一些忍让退让的。而且两个人呢，都是愿意去讨论未来你们有怎样的一个计划，你们实现怎样的一个梦想。如果是这种感受的话呢，那祝福你，你就遇到对的那个人了哟。好吗，亲爱的，只要你做真实的自己，他义无反顾的仍然给你包容支持的话呢，那就找对人了。最后就祝福你哦，真命天子即将出现了，请敬请期待吧。好，那我们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祝福你在地球玩得愉快，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
Hello， 亲爱的，选择中间第二组的你，我们来接受一下宇宙当下给你的讯息。那么首先呢，我们来验证一下你自己的星座跟你的性格，如果有对应到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继续往下听；如果完全都不是你的话，可能要跳脱出去，重新进行一下牌卡选择了。你的星座呢，很有可能是白羊座、狮子座、射手座、摩羯座、处女座、金牛座，请同时参考月亮、太阳、上升星座。看见你其实是一个蛮有火能量的人哦，是特别的外向、特别的开朗、特别的活泼，是一个很注重自己的行动力，很注重生活的热情，很享受人生，很享受自己有限的生命时间的人。你并不是很注重金钱物质哦，在物质世界里面呢，你觉得挣的钱呢够你玩，够你培养兴趣爱好就好了，你更注重这种简单的快乐，更注重自己兴趣爱好的培养，更注重在地球上玩得开心。所以对于金钱啊、物质啊，或者是权力啊、欲望，没有太大的一个贪婪之心。你的生活之中呢，是充满着很多激情的，你希望呢，人生有蛮多的一些体验啊、尝试啊，希望有更多的精彩的事情发生。其实这种心态是非常好，而且你多多少少呢，是喜欢去参加派对啊、活动啊、聚会啊，希望自己的人生是充满着热闹的，注重人际关系的互帮互助，注重人际关系的喜悦。那自己呢，可能也比较好动，有喜欢旅行、喜欢户外活动、喜欢运动、有锻炼习惯的一个人，愿意去参加蛮多的一些锻炼运动活动的，希望自己的热情可以不断的去燃烧。也可能之前呢是有经历过一段比较艰难旅程的，是感到疲倦的，也许在自己的感情关系里面是有受到伤害，或者是不满足，或者是呢自己有蛮多的一些真心付出，却换来了不太公正的结果。所以经历过比较激烈的轰轰烈烈的爱情之后，当下是开始有一些爱情的边界了，给自己的爱情有更多的界限，同时也会更多的自我保护，不会再是那种傻白甜傻傻的付出了，还是会有一些防护，更好的照顾自己。当然对爱情并不是说放弃哦，只是相信自己会获得幸福，只是不能再全身心的傻傻投入了，还是需要一定的原则，一定的界限，那还是需要有一定的隐私，会加强自我的保护。或者呢，有的朋友在感情里面并不会轻易的就付出，不会轻易的就建立信任啊、忠诚的关系。最好呢，大家先做朋友，先更多的认识、了解清楚之后呢，再进入到恋爱之中。当下呢，希望在感情里面分得更加的清楚。暧昧的话呢，就是暧昧，你可以短暂的激情、调情，然后这种短暂的激情呢，就是短暂的，你不会去要求对方要长相厮守啊，或者是既然刚开始大家就只是一个短暂的兴奋感而已，你也不会太注重在情感里面要稳定啊，或者是对方要负责任啊，不会对于感情的太多的一些幻想化，不会感情用事，是注重自我防御的。而且在感情里面，你也不会轻易的去给予承诺。两个人在一起玩呢，玩得开心是非常重要的。而跟你恋爱的人，如果被周围的人都祝福、都肯定的话呢，你也会满心欢喜。对于有的朋友来说，可能之前有经历过一些没有结果，自己主动了，但是可能失败了的情感哦。当下呢，可能不想再玩爱情游戏了，不想在情感里面进进出出了，想稳定下来。当下呢，是有玩够了的心态哦。其实你这个人哦，是蛮有魅力，是蛮有吸引力的，是蛮引人注目的。你很精力旺盛，
你的情绪呢也是比较饱满，也是充满着欢乐愉快的，自己呢也是蛮有自信心的，别人在你身上呢是感受得到那种非常活泼轻快的能量，而且你也是懂得幽默啊，懂得自嘲啊，或者是希望给周围呢都带来一些快乐的氛围的。你可能是比较喜欢自己的笑声的，希望自己的笑声有更多的感染能力，有些希望围绕在自己周围的人呢都是非常快乐的。在两性关系里面呢，你是比较诚实热心，喜欢去主动追求伴侣的人，或者是在感情里面你希望有一定的控制能力，不会太过于的被动啊，或者是逃避啊、羞涩啊。如果出现感情的麻烦挑战的话呢，那就去解决这些问题就好了，不会转身的走开。在自己的性格或者是在自己的人生之中呢，希望可以得到更多的一些力量，可以让自己在方方面面得到一个成功。而当下的你呢，也算是比较有人气的哟，身边可能想邀约你去参加派对活动的人也是比较多的，那身边呢也是有喜欢你的人，也许是暗恋你，也许还没有表白哦，也许呢会觉得不敢向你表白，因为你是比较有人气的。那如果条件高不过你，或者是自信心不足的话呢，可能是默默的远观你。在金钱上面，你不太懂得理财，你也并不是一个很节约的人。财务上面呢，可能会大手大脚，只要是这份钱呢花出去让自己开心的话呢，你是愿意去买单的。挣钱就是拿来花的呀，你不是一个特别物质化的人，可能当下呢也在自己比较舒服的一个圈子环境里面，自己呢还是玩得比较开心的，生活没有太大的一个波澜，自己的运气呢也算是不错的，只不过好像还没有遇到你很心动的人，或者是跟你很匹配的人。希望看一下这个占卜视频呢，会不会给自己增添更多的一些想法，在哪些地方哪种环境里面去创造怎样的一个机会可以遇见对的人呢？如果遇到一个情投意合的人，大家一起去玩，一起去享受生活，何乐而不为呢？除此之外呢，当下你正在想要有一些新的开始了，有一种辞旧迎新的心态哦，想让自己转换到更加幸福或者是更加愉快的人生阶段。你是有冒险精神的人，希望有不同的一些体验尝试，所以呢，可能在当下的这种生活环境里面是很开心的，但是也许有无聊的时刻，也许有乏味的时刻，想要给自己更多的一些新鲜感了。那当下呢，你也正在去连接到自己的心灵视野，排除一些消极的能量，也希望自己可以更加的健康，该塑形的塑形啊，该锻炼的锻炼啊，该减肥的减肥，该自律的自律，那该去改掉坏习惯的地方就改掉一些坏习惯吧。其实当下还是有蛮多积极的感受、思考跟积极的期待变化的，而且也是蛮有爱的能量，对别人对自己都是有宽恕之心的。你正在去获取更多的一些价值观、世界观的开阔，你也希望可以有更多的成长的经历，去充实自己的一些性格或者是喜好。可能正在往大局观方向走，不想去纠结一些琐碎的小事情。那么如果我们心里的感受是那种沮丧的话呢，可能我们就会自卑啊，或者是周围的事情也不会很开心。如果一直保持着这种乐观积极的话呢，那自然而然周围环绕的事情呢就会越来越美好。而且如果自己一直是更加的大气，更加的勇敢，更加的无所畏惧的话呢，那可能自己的视野也会打开哦。所以近期呢，你正是一个
积极向上的能量跟心态，自己希望呢在思想行为模式也可以更加的大方，更加的慷慨，更加有大的一个宏观的角度。这是你吗？如果是的话，我们就可以继续往下听。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你真正的真命天子他是怎样的一个性格特质。他的星座呢，很有可能是白羊座、摩羯座、金牛座、天秤座、双子座、水瓶座。其实是一个蛮聪明的人哦。首先，权杖2这张牌卡呢，看到他是有远见的一个人，并不是鼠目寸光，做事情呢是比较有后顾之忧的，而且想的也是比较长远的，是一个有足够梦想的人，而且呢他也不害怕掌控局势，其实有一定的领导能力，身边是有人对他比较敬重，或者是在未来呢，他是可以建立自己团队，是有人愿意跟随他的，因为他看起来非常的自信，而且非常的勇敢，遇到任何事情他都不会回避冲突的，也是一个非常有竞争能力的人，对自己呢也有高的要求，希望可以不断的提升，可以让自己更好，那性格上面有更好的一些养成，金钱上面更加的富有，竞争力是更加的强大的，一个不断进步的人哦，肯定是有人愿意跟随着这样的一个人去推崇他成为领导者的，而且他蛮有魅力的，也是一个行得端坐得正的人，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只要是自己讲的一些承诺，或者是只要是自己给别人许下的诺言，他一般都是会兑现的，感觉是一个很有诚信的人，不会是满嘴谎话呀，或者是忽悠人的人哦。所以自己在人品上面还是不错的，而且呢，他也懂得如何去收买人心，如何让别人喜欢他。他也是很懂得去合作，有团队精神的人。一旦他获得一些利益的话呢，他是可以分享出去的。所以在金钱上面，他是比较慷慨、比较大方的。那有好吃的大家一起吃啊，有好的项目我们一起去完成啊，他会懂得一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但是一群人的力量呢却是非常强大的。他是注重权力并且有权威的人哦，是有大的一些野心跟抱负的。另外呢，他也有支配型的人格，做事情是比较讲求工作效率的，希望任何事情呢都今日事今日毕，并且可以快速的做一些决策。在语言沟通上面，他不喜欢讲废话，也很难去跟别人聊八卦，聊一些闲语，更多的呢是喜欢听重点，更多的呢喜欢讲重点。如果自己讲的东西太过于细节的话呢，他其实是有一些不耐烦之心的，比较在意时间观念比较强。对他来说呢，可能并不是时间就是金钱了，而是时间胜过金钱。他其实是比较直截了当的一个人，做事情呢会深思熟虑，会全盘考虑清楚，做事并不会很仓促，而且对人对事都是比较有责任之心的。他的判断能力也比较强，自己呢也是很活力充沛的，做事情有明确的一些目标目的性，不会盲目的去做一些行动。这个人呢非常的聪明，而且也是一个很希望了解真相的人，对于任何事情呢，他都希望自己可以非常的清楚，一旦清楚之后就可以去做明确的判断了，人生很少出现一些茫然或者是盲目的时刻哟。除此之外呢，他也很享受挑战，不放过任何挑战自己的机会，而且也是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是一个力争上游，不断去进步的人。他蛮有谋略的，而且很懂得随机应变。如果他是你的竞争对手呢，你应该感到高兴，因为这个人呢，
它是会刺激你不断的强大的。而如果他是你的伴侣的话呢，你也应该会感到高兴，因为他不断的在成长进步，你跟他在一起，你也不想落后，你也会不断的让自己进步的。两个人呢是可以达到同一个这个频道同一个磁场里面，因为他呢，你也会更加的强大，对自己也会有更高的一个要求的。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缺点了，他也有啊，因为他很喜欢受到别人的推崇，喜欢受到别人的关注，是一个喜欢站在聚光灯下然后被万众瞩目的人。所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呢，他可能会去激怒别人，如果他当领导的话呢，他可能也会非常的挑剔哦。他的团队人可能会觉得比较专横，喜欢发号施令，可能有时候在一些细节问题上蛮挑刺的，但他有话直说。如果你要跟他建立很亲密的爱的关系，请你尊重他的自主权。有时候可能他会给你一些批评哦，但是忠言逆耳哦，他会不断的鞭策你，让你进步的。如果你是希望让自己可以不断强大的一个人，那你就遇到对的人了。看见了你跟他之间其实蛮匹配的，而且大多数时候呢，你们对自己都是有比较严苛的要求的，而且不会跟自己的同事有太多的一些私交你们都分得比较清，就是工作的时候就工作，是同学就是同学，是同事就是同事，是知己就是知己，是恋人就是恋人，心里面会非常的公平公正，而且呢会很清楚对待怎样的一个关系，做怎样的一个事情。他不喜欢做无谓的一些社交，不是一个特别爱玩耍派对或者是聚会的人。这一点他跟你不一样，可能你是喜欢去玩耍的，但有时候呢你去玩没有关系，他是比较相信你的。他可能在家里面看一看剧啊，看一看纪录片啊，看一下书啊，听一下音乐，做一下烹饪啊，都是好的。跟你呢是保持着独立的这种空间的，他尊重你的兴趣爱好，当然你也会懂规矩啦，你也是知道见好就收，该什么时间回家就知道的。另外你的真命天子他也是一个很喜欢学习的人，他不太喜欢去离开自己的舒适圈，可能自己的知心朋友就那么几个，不愿意，特别是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就不愿意去认识一些新的朋友了。建立事业上的人脉那当然是另当别论，但是去认识新的朋友啊，去混圈子啊，或者是去创造认识陌生人的机会啊，可能没有太大的一个兴趣。另外呢，他不会特意的讨好任何人，哪怕是自己的领导，哪怕是自己的老板。那老板领导做错了，那就是做错了，他可能不会是拍马屁错了也就讲成是对的。这一点呢，可能让他会比较得罪人，不够圆滑。但另外一方面呢，就可以看到他的真心，他的直率，所以你跟他呢都算是很坦诚相待的人，大家不用互相的去猜，可能你讲的话语就是你真的心里想的，并不是那种可能讲一半啊留一半啊，或者是他心里有蛮多的一些戏的，是很戏剧化的一个人，并不是，就是很直接。这一点呢，大家也是可以很轻松的去做沟通。另外呢，他其实长得是不错的哟，就是看着是非常好看的，是有气质有气场的那个人。自己呢也懂得时尚，也懂得打扮，当然也会注重自我的一些形象。会给人一种很感性、很温暖、很有魅力的这种外在形象。其实他性格上面也蛮有魅力的，
不熟悉的人可能会觉得这个人有一点距离感哦，有一点严苛哦，有一点谨慎，有一点挑剔。但熟悉的人呢，会发现他其实蛮有爱心的，他对自己有很高的要求，所以他对周围的人事物也有高的一些要求。他希望周围的人可以不断的进步，所以他会直言不讳。所以有什么呢，他就会直接的讲出来。但他的起念初心呢，是希望别人可以有更多的成长的。所以他愿意去做那个坏人，这个坏人打一个引号哦，也就是愿意去做一个讲忠言逆耳的人。如果对方是接受他的，那么对方呢，他是会吸收到蛮多的一些有意义、有涵养的一些话语，可以看到他自己身上的毛病的。如果这个对方可能听到这些谏言哦，如果他是一个不愿意接受别人批评的人，也不是一个知错就改的人，可能他听的就会很刺耳，这些声音他就会比较不太喜欢你的伴侣。但估计你是蛮喜欢的，你喜欢他身上的这一股很真诚、很直率的劲儿。另外呢，他也是非常有创造力的人，他有一定的培养本能哦，是可以养育周围的人的，是可以分享给周围的人的。他也有一定的艺术气质，是懂美，是有好的审美能力，有好的一些艺术鉴赏能力的。他可以把自己的家里面呢收拾或者是装潢的比较有艺术气息。他可能也是一个很优秀的父亲或者是母亲这样的一个角色，他是有一定的担当责任能力的，而且他懂得如何去经营自己，如何去经营家庭。这个人也是很有语言能力的，如果别人要跟他争论讨论的话呢，应该可能会失败。一般来说，他的逻辑思考能力也是比较强的，他也是一个很热爱事业、很热爱自己工作的人，在自己的事业之中呢，是可以展现出好的一些技能跟才华的。而且他有出色的沟通技巧，他知道如何让别人听从于他的安排，让别人愿意可能给予他一些分享啊，或者是他可以在别人身上获取他自己想要的一些东西啦。另外他会有一些新的想法、新的 idea， 他是会不断的去突破自己的思想屏障的。可能自己有时候的一些想法太过于的前卫哦，太过于的小众了，但即使不被周围的人理解的话呢，他也会是坚持自己的一些想法的。这点上面挺好的，并不是一个很容易被别人影响、很容易随波逐流的人。他其实在感情里面呢，有一些悲伤的记忆，可能曾经在感情里面是有过失去的，但他觉得全世界有那么多的人，能遇到可以生活在一起的人其实并不容易哦。他会觉得并不一定需要建立家庭，并不一定需要有自己的 baby 小孩。当然如果遇到三观相合的人，如果遇到可以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人的话呢，那他也是愿意去建立家庭的。但如果没遇到大家很合适生活在一起的人，他也愿意只谈恋爱不结婚啊。这个人呢，思想上面还是比较年轻化的，不一定非要拥有婚姻家庭，可以向往，但不会过于的执着。他更多的心思可能专注在自己的事业抱负心上面，觉得自己的能力呢可以做更多的一些事情，不能仅仅局限于家庭啊，或者是这种你侬我侬的爱情。人活一辈子呢，还是要做一些，还是要怀有一些大的梦想。
感情里面合就在一起，不合的话就好聚好散。但一旦建立家庭的话呢，他也是希望可以足够的稳定的。本来最主要的就是在一起舒服，因为世界上一切这种和谐长久的关系本质都是在一起很舒服。如果在一起关系都不舒服了，何必去用这种婚姻去捆绑，或者是用爱情去捆绑对方呢？在爱情中，他是可以努力和脚踏实地的，他也是可以尽自己的义务，是可以去生活化的。但爱并不是今生唯一的课题，也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他会觉得跟你在一起非常的好玩，充满着这种浪漫，充满的青春活力。你们两个人是兴趣爱好相同的，而且呢，可能有时候会故意的逗对方生气啊，打引号的生气哦，可能有时候会故意的逗一逗对方啊，幽默一下对方啊之类的，就是感觉很青春无瑕的这种爱的能量。而且呢，你们两个人也是蛮有热情的，会有很多的调情、肌肤之亲、亲吻、拥抱，让自己的心跟灵魂都可以快乐的歌唱。其中呢，在感情里面，可能刚开始还是会有一些自我的包装，会带着自我的一个面具，不会很快就建立信任的关系，是需要时间来证明的。但这份爱情呢，是可以安心的去爱的，大家愿意给予足够的一些能量哦。在这份情感里面，你会觉得他蛮可爱的，而你呢，你做的行为，你的一些思想也会看到他其实蛮欣赏的，你自己也是蛮值得爱的，因为你会去做一些妥协，你会去做一些改变，你不是在那边被动着要求对方来爱你的人，你是会去做更多积极的浪漫啊。其实你是女生，你是异性恋的话呢，你也愿意去在这份情感里面更加的主动，你可能也愿意给他一些烛光晚餐，也愿意给他一些按摩，也愿意给他一些意外的惊喜，或者赠送他一些礼物哦。你会看到你做的其实蛮好的，而你们之间的关系呢，确实也是从友谊开始的，先作为朋友，而且两个人是共同纽带的人出现在生活道路上，是从认识到了解到成为朋友到建立这种恋爱关系，还是花了一段的时间的。无论如何都是有足够的决心，专心致志的去滋润这份情感，去讨得对方的欢心，去让对方跟你在一起是舒服的、自由自在的，是花了一些心思在这份爱情里面的。大家呢也会用一些心机啦，也是会用一些爱情技巧跟方法的，都算是在感情里面还是比较成熟的，在做一些交往，不会是完全的这种无所畏惧、不管不顾，因为我爱你，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建立成熟的爱情，而是两个人都会用心的去做一些努力。在这份情感里面呢，大家也会有很多精彩的事情发生哦，可能会去做很多新鲜的没有做过的事情，去增加共同很多的一些美好回忆。他跟你在一起实际上是蛮轻松蛮自在的，他喜欢在你身边的时候，他依然可以做自己，你们两个人都会尊重对方的一些独立的时间，自己的一些梦想，不会太过依赖对方，或者是给予对方很多的一些捆绑啊，希望对方去做一些改变啊，对于对方呢没有太多的一些要求，大家呢都算是很心平气和的，很和谐的在一起，只要你快乐我就快乐了，这是他跟你之间的一个默契，而且他对你呢是有很深的爱的。当你们两个人成为朋友在一起哦，最
建立恋爱的开始，就是可能你们在玩游戏，或者是突然有这种身体上碰触的时候，那一刻呢，他心里面就有一只蝴蝶在乱飞，是从那一刻他确定了他已经爱上你了，他想快速的跟你进入到情感之中。他跟你在一起其实不用做太多的事情，哪怕你们就在家里面，他都会觉得很兴奋，很有激情。你们两个人哪怕是在家里面看一部剧啦，或者是一起听音乐啊，都可以做很多好玩的，都可以聊很多。所以这种感觉是蛮让他迷恋跟兴奋的，就是大家随时随地呢都非常的合拍，无论在任何的一种场景环境里面呢，只要有爱的力量，那就足够了。而且他会梦想着你们有共同的未来，你是有让他想要去建立家庭，想要去建立婚姻的这种感觉呢，也是他之前没有的，他对你蛮认真的。那么他走入到你的生命之中，他出现了吗？这边有一个讯息，可能对于有的朋友来说，这个人已经出现在你的磁场生命环境里面了，因为有这种分离再复合的能量。要么这个人你们已经有一些接触，之间呢可能有断联啊，或者是有一些误会啊，或者是大家之前有各自的事情在忙，没有太多专注在这份感情上，结果可能因为某一些机会而再一次的联络，而再一次的一些约会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机会在身边。再一次联络之后呢，大家就有蛮多思想上面的一些沟通了，可能有更多的一些时间精力给到对方。那么另外呢，有的朋友可能之前呢跟这个人出现了一些思想不协调的部分，但是再一次沟通之后呢，会想要负起更多的一些责任来消除之前的这种不协调的能量，大家可能有更多沟通进展的可能性，所以周围是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出现的。也有的朋友还没有跟这个人建立联系，但近期就应该有一些机会在向你招手，可以遇见自己的真命天子了哟。你现在呢，可能跟对方呢正慢慢的要去相遇了，所以已经遇见或者是即将遇见自己的真命天子。那么最晚呢，应该是在1年之内，或者是7个月之内会遇见他哟。哇，不错哟，很快了，敬请期待吧。那你们之间实际上呢没有太多的困难挑战的，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消息。只要去努力，只要去主动，只要大家去慢慢的经营的话呢，面临重要的选择，不去只幻想，而是做努力的争取的话，应该就可以让这份情感建立足够的感情基础，成为朋友再去升华。而这个人应该是你现实生活中就认识的，也许是在自己工作场所认识的人，也许呢你们是有共同的兴趣爱好而认识的，也许是通过共同的朋友认识的。那宇宙呢要给你一些提醒哦，实际上你们两个人是非常搭的，一个权杖女王，一个权杖国王，大家是很合拍的人，但是呢也因为可能各自都是比较有领导能力，都是比较有活力的一个人，很有精神力的人哦，所以在感情里面都有这种主动权，都有一些控制欲望，所以在这方面呢要去降低一下自我的那一面，要去少一些控制权哦，少一些想要主导爱情的那一方面。其实
在感情里面以自我为中心，并不是自私啦，仍然是会为对方着想，但是有时候呢，可能会根据自己的一些潜意识、自我出发点去做一些认知，而不小心导致了这种争执哦。真正的健康的恋爱关系呢，还是要在沟通上先双方立场平等，然后呢再多倾听一下对方的一些想法，他是怎样的一个看法。因为每个人的家庭背景啊，生长的环境都是不同的，所以对待同一件事情呢，他的想法跟他的理解度都是完全不同的。有时候我们可能没有听到对方是怎样理解的，我们就误以为对方有怎样的一个想法，以我们自己的一些角度出发了，那可能就会理所当然的，或者是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一种想法呢，去把这种帽子扣到对方的身上，实际上呢大可不必哦。希望可以给予更多的理解度，也希望可以更多的配合度。这边的宇宙还指引你不要太在乎别人的眼光或者是闲言闲语了，可能也会有一些外在的力量来影响你们两个人的心境，或者是你们两个人的这种和谐度。根据自我的内心去做一些判断吧，自己是否适合在一起的人只有自己才知道，别人的话呢总是站在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判断的嘛。如果你单身的话呢，当下你要先好好的爱你自己，然后当时机成熟的时候，适合的感情就会出现哦。当下呢，你清楚的需要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要什么。当你考虑清楚之后，那么你就会选择对的人，你就会去做对的感情中的事情。我们很多时候呢，都可能知道我们要什么，但我们都很少去思考我们不要什么。所以不要在感情里面犹犹豫豫，不要在感情里面胡思乱想，不要在感情里面疑神疑鬼，不要在感情里面被动。想清楚你不要什么之后呢，那当你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就马上否决自己，控制自己。这样的话呢，就会给你的感情带来正面的一些影响。你和你的真命天子呢，你们都会在这种俗世的现实生活中面对到关系上的障碍，这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情感，但两个人都会一起去学会关于爱的课题的。只要呢，你坚信跟对方可以刺激彼此不断的成长，两个人是可以经营好幸福的爱的，保持足够的信念的话，实际上呢还是很容易修成正果的。因为太多的障碍是没有的，就是一些小的磨合啦，就是一些小的需要注意的地方，保持积极乐观的话呢，应该会是可以开花结果的情缘哦，可以是在一起很长一段时间的，好吗，亲爱的？那我们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祝福大家，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亲爱的，选择右边第3组的朋友，我们来首先验证一下你当下的星座性格特质。如果有对应到的话呢，就可以继续往下听；如果完全都不是你的话，可能跳脱出去，重新进行一下牌卡的选择了。那么首先呢，你的星座很有可能是双子座、天秤座、水瓶座，或者是白羊、巨蟹、金牛座、处女座、摩羯座，请同时参考月亮、太阳、上升星座。你的星盘里面呢，风的能量跟土的能量是占比较多的。你有自己爱幻想、思想很自由的那一面，但也有实干、脚踏实地的那一面。其实你不墨守成规的想法，不会过于的固执或者是保守，是有新的一些创意、新的一些 idea， 很多新奇的一些想法的。有时候呢是比较理想主义者，有自己独特的表现能力，敢与众不同。
其实你蛮懂得用语言去讲故事的。如果你给别人讲一些寓言故事啊，或者是用故事去给别人一些建议影响的话呢，应该是会让别人蛮愿意倾听或者是买单的。所以如果你要去做演讲写作这方面的能力呢，应该是不错的。在爱情里面，你并不会顺从他人哦，不会任何事情都是听对方的安排的，也不会过于的依赖他人，是需要有自己独立的时间跟空间，是需要有自己的社交圈子，去感受自己的自由的。有时候呢，你的想法或者是你的行动确实让别人难以预测，你有自己不定性多变的那一面，但你对待爱情还是比较忠诚的，在选择恋人上面呢，也是相对来说比较谨慎的，做任何事情都考虑的比较全面，而且会细心观察自己爱情的节奏啊，恋人的一些想法啊，即使两个人出现了一些不愉快，也会懂得如何去好好的沟通。对于未来呢，你是蛮有远见的，并不是一个数不春光或者是只享受当下的人，可能会有一定的后顾之忧，做事情啊考虑的话呢，都算是从长计议的，会想得更长远，是一个思想比较成熟的人。另外呢，你也非常的勇敢哦，是很有竞争能力的，希望自己可以比别人更好、更富有、更强。遇到一些冲突的话呢，你也不会逃避哦，你是可以留下来跟别人战斗的。很多时候呢，你都能心满意足，或者是如愿以偿，因为是有足够的一些斗志的，只要是自己想要的，还是会积极的去争取。在自己年轻的时候呢，应该就有清晰的一些目标，清晰的一些方向感咯，就知道自己是怎样的人，想要怎样的爱情，想获得怎样的一个成就。另外呢，你也希望今生有蛮多丰富的精彩的体验，在人际关系上面也是充满着温暖、善解人意的，会值得信赖，并且呢也乐于助人。在感情方面呢，会愿意去照顾到对方，愿意为对方呢做出一定的努力，是可以负责任长期相处的人。工作上呢，只要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你就会很投入，就会在自己的工作上面做到匠人精神，然后产生更多的一些成果。其实你是比较注重金钱物质的，因为这会给你带来更多的一些安全感。而且呢，你是一个比较大方慷慨的人，只要人对了，那只要这种气氛合适了，那你也会去积极的买单的。你并不是一个守财奴哦，你会很懂得利用金钱的价值，你会觉得挣的钱呢，就是让自己生活的更加的优质，更加的舒服的。你也会不断的提高自己的品味哦。银行里面的金钱储蓄越多的话呢，你就会越开心，越有安全感。同时你也很喜欢自己周围的环境呢，都是非常的美丽，非常的舒适的。也许你喜欢把自己的家里面装潢的比较漂亮，或者是看着非常的赏心悦目，或者是看着很有艺术气质的。也许呢，你也是喜欢花时间烹饪，去做一些美食给自己，好好的照顾自己，或者是照顾自己的爱人。也许你是喜欢养育鲜花植物的，希望自己可以跟大自然的生命更加的接近哦。你的心胸是比较宽广的，而且也是非常好客的一个人。你的意志能力呢，也是非常强的。只要你决心做某一件事情的话呢，你都可以在那件事情上做得很好。大多数时候，你都会给别人留下一个无所畏惧的印象。你其实是比较自信的，也是一个愿意付出努力的人，也是一个比较勤奋的，有控制能力的，有自我意识的人，有自我的一些主见，有自我的一些掌控能力。
也许你也是一个很有方向感的人，可能有时候呢，你并不愿意去移民，或者是去到别的国家生活，可能有时候呢，你并不愿意跟外国人打更多的一些交道，会觉得大家的思想啊，或者是语言啊，文化不同哦，所以并不是很 open 非常国际的一个人，可能在自己舒适的生活范围圈子里面呢，你更加的安然自得，或者是你并不是愿意不断的去拓展自己的人脉啊、社交啊，在这种社交上面呢，你不愿意投入太多的一些心思，对于智商跟情商，你更愿意获取智商，不愿意有太多的应酬，太多的一些虚伪，或者是太多的一些包装。在社交上面呢，有一点点的焦虑，与人相处的时候呢，可能不会是那种自来熟，或者是一来就给别人很大气的魅力的展现自我，不是一个很高调张扬的人，不愿意去尝试很多新的事物，或者是结识很多新的朋友，会觉得朋友就有贴心的几个朋友就比较足够了，可能更喜欢在自己熟悉的环境里面。当下呢，你可能在做一些反思，你可能在做一些反省，希望自己获得重生，正在夺回失去的一些力量。也许前一段时间呢，有一些焦虑，或者是有一些恐惧，有一些不安哦。在当下呢，你会想要更加的积极一些，更加的行动派一些，不要去迷失自我，不要去做一些毫无价值的事情，希望跟自己的灵魂呢有更深切的一个连接，希望跟自己的内在呢高我呢有更多的一些连接。你不喜欢漫无目的的行走，所以正在去寻找自我的价值以及内心的满足感，想跟自己的精神世界有更多的联系。以上是当下的你吗？如果是的话，我们就可以继续往下听哦。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你的真命天子他是怎样的一个性格魅力。首先，他其实是一个蛮细心的人的，感情是比较细腻的，也是懂得察言观色的，也是知道去寻找一些小的细节，可能去寻找真相的一个人。除此之外呢，他也有蛮多的好奇心，他的兴趣爱好蛮多的，对于自己没有接触过的事情，他愿意去学习、参观，或者是体验，或者是尝试。那希望自己的人生呢有更多的精彩哦。当然可能也喜欢旅行啊，喜欢到处走一走看一看啊，想要去登山啊，想要去沙滩啊，想要去湖泊啊，所以呢对待大自然是有蛮多的喜欢的。那自己可能对于锻炼活动上面呢也有很多的尝试，想玩滑板啦，想学冲浪啦，想可能感受一下跳伞啊，可能极限运动呢也想去感受一下。那这种飞盘的这种小型运动呢，他也是保持着积极之心的，所以是一个想法行动力上面都算比较开放的人。还有他是对自己是有蛮多的肯定的，他喜欢自己，喜欢看到自己不断的挑战成功，喜欢看到自己不断的进步。当他每次进步之后呢，他都会给自己一些奖励啦，奖励自己一顿美食啦，或者是奖励自己一身漂亮的衣服啦，或者是奖励自己一些旅行啊。总之呢，他是会不断的去建立自己的自信，而且也是会不断的去欣赏自我的。那他其实星座方面，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星座性格。他的星座呢，很有可能是双鱼座、摩羯座、射手座、双子座、天秤座、水瓶座。
他是非常享受生活的人，他也喜欢庆祝，喜欢派对，喜欢玩乐。这个人的自尊心呢是比较高的，而且他也是一个无忧无虑的人哦。他会觉得在自己有限的人生时间里面，要尽可能多的去感受，而希望自己的生活呢是充实的，是精彩的，是丰富的。希望自己呢也是可以不断成为一个感性的、不断知足的、满足的人。他其实有一点点张扬哦，因为对于自己他还是蛮认可的，他愿意受到很多人的一些关注啊，他愿意不断的去包装自己呀，穿衣打扮上面让自己看着更加的优质，让自己的生活节奏上面呢也是很繁荣的。有时候可能他会有一些自我吧，可能有时候呢他会得意忘形，迷失在这种生活的乐趣之中，可能也有自己放纵的那一面，但他也知道去感恩生活中的一些小事情，可能一些小事情的这种进步呢也会给他带来很大的满足。这个人他希望自己的生活是非常美好的，而且不止于当下的美好，是可以不断的美好的。他对于自己的身材形象都非常的满意，觉得自己是一个很感性的人，但是在金钱方面呢，他可能不太懂得理财，没有去研究过投资，或者是研究过存钱。他会使用金钱让自己快乐，是有一定的物质欲望的。他会去购买一些时尚用品，他希望呢可以用这些服饰去包装自己，让自己看着更加的有钱，让自己看着好像生活很美好，很有质量的这个样子。他希望通过自己的一些包装，他可能有一点点的偶像包袱吧，希望可以自己看起来是比较成功的，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外在先给别人留下一些深刻的印象的，有一点点的虚荣之心哦。那一个月也许有3000的收入，他会花4000块钱，因为是比较爱面子的，但他呢也会努力的去挣钱啦，并不是一个只懂得花钱不懂得挣钱的人。他很希望获得别人的关注，如果自己的朋友圈或者是发的一些社交媒体上面没有得到别人的点赞的话呢，他可能就会慌张，或者是就会失望。他有比较自我的那一面，只要自己被忽视了，或者是有一些微不足道的话呢，他就会觉得不安，渴望有人可以更多的去夸奖他呀，喜欢他呀。这个人是比较喜欢听甜言蜜语的，他是你的伴侣哦，你只要多多的去表扬他，赞扬他。你希望他去做某件事情，比如说你希望他去打扫家务的话，你就讲他真的好会打扫家务哦，他是你见过最会整理家务的人。他可能听到这些夸奖，他就非常会积极的去打扫家务的这件事情哦。如果说你想要他去做烹饪的话呢，你就会表扬他做的美食真的超级好吃。在这方面呢，他就会很尽兴的继续去烹饪一些美食给你。总之呢，你希望他往哪方面发展，你就多美言一些，去不断的赞扬他。他是一个受夸的人，你给他在这方面的关注越多呢，他越会尽心的去做。这一点非常的可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而且这个人呢，他精力是蛮充沛的，他也很喜欢变化，喜欢去旅行，喜欢到处走一走，到处看一看。跟他在一起呢，不会有很沉闷或者是无聊的时刻，他都会找到一些好玩的事情。那他也希望自己的生活节奏呢是比较快的，跟他在一起其实蛮有趣的，他也有一定的冒险精神，你们可以去做很多没有做过的新鲜的事情。但他并不是一个很有耐心的人，
可能要他培养匠人精神的话是比较难的。你要跟他长期建立这种稳定的关系的话，你需要不断的变化，不断的进步哦。如果你跟他在一起，时刻的保持着这种新鲜感，每天呢都有一些，或者是经常都会有一些不同的变换，那他就会一直对你保持着这种好奇心。如果你不断的有可能增加自己的一些爱好啊，或者是跟着他，你们一起去做一些新鲜的事情，去旅行啊，你自己跟他聊天的时候呢，也会有不同的一些观点，不同的一些新闻，不同的一些讯息告诉他，让他总觉得你好像是一个不断可以开发的宝贝。这种心态的话呢，他就会非常的喜欢。有时候呢，当然为了引起别人的关注，他也有就是夸大自己的重要性，夸夸其谈的那一面哦。有时候呢，可能他没有太多的同情之心，他太多的这种专注度放在自己身上了，让他去感同身受呢，可能并不是很容易。也许在挑选恋人上面，他还是比较遵循世俗的一些欲望跟要求，可能在选择恋人上面会以外在的条件去选择恋人，比如说这个人他要么就是外貌形象比较好的，要么呢他就是事业金钱物质条件比较好的，但真正的给他带来快乐和满足的这一方面，他可能没有太多的一些考虑。另外他有自己很自恋的那一面，对于自己的外表呢也是比较痴迷的。如果在感情关系里面他已经感受到对方对他很深爱的话，他可能兴趣就会减少，因为觉得这是自己理所当然的，因为自己很棒啊。如果在感情里面呢，你让他觉得他没有100%获得你的真心，你可能对他并不是100%的在乎，也许你有其他的事业要忙，也许呢你会把专注度放在更多自己的身上，这样的话呢，他就会极度的渴望你更多的爱，跟你更多的认可，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哦。就是让他感觉到我没有完全的征服到你，越是这样的话，他越想征服你，他越会花一些心思。如果已经让他感觉到你就是一个很乖乖牌了，任何事情都是顺从于他的，你非常的迷恋他，那他可能就会少了一些兴趣跟意思哦。有趣吧？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爱情观。其实在爱情里面呢，他还是比较专一的，他一旦遇到自己的爱人的话呢，他是不会三心二意的，他是可能在大家真的谈好分离之后，分手了，他才会去找下一个恋人，他不会同时左拥右抱的那一种人，他会觉得不会尽兴。那这种爱情的话呢，这种爱情游戏呢，他会觉得并不好玩。当然在感情里面出现一些挑战，他还是愿意努力的去克服的，他相信自己有这样的一个能力。他也希望呢自己的感情是比较稳定的，爱情观还是比较正面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收获宇宙给你的讯息。首先呢，你们两个人会有蛮多深层次的对话的，他特别喜欢跟你聊天谈心哦。他可以做他真实的自己，在你面前呢，他可以讲任何自己想讲的话，你都会去倾听，而且呢，你也可能会点点头啊，你可能也会认同他。他会就是莫名的感觉跟你之间是可以心与心之间的对话的，而当他向你展示自己最内心的自我的时候呢，你们的联系就加深了。你们两个人是有相同的信仰，或者是相同的精神目标的，可能自己的三观上面呢，世界观啊、
爱情观啊是有很多不谋而合的地方，大家有很多话可以聊，而在这份情感里面呢，你们都可以释放自己，做真实的自己，大家都没有这种控制问题。你对自己也是比较自信的，他对自己也是比较自信的，大家都会因为这份爱而互相的陪伴，而不是因为这份爱呢而互相的去控制约束对方。所以只要自己自律就好了。他也相信真正好的情人呢是不需要自己去控制的，大家顺其自然的发展就比较好。他是愿意跟你建立互相信任的关系的，不希望两个人有任何的这种情感的捆绑，而你们两个人会进入到承诺订婚的关系里面哦。两个人会将你们的爱情生活上升到更高的承诺水平，这是非常棒的消息。你的真命天子呢，就是你的结婚对象啦。他对你呢是很忠心的，他对你呢是感受到幸福的，是一种完整的状态，可以讲自己所有的一些语言，内心真实的话语，两个人可以坦诚的去沟通，两个人有说不完的话，两个人有很多共同的兴趣爱好，两个人愿意为了对方的喜欢呢而去增加自己的喜欢，两个人是会感觉到有很多顺心顺意，命中注定的能量促成你们在一起的，就很容易去理解对方，很容易懂对方，很容易向对方去倾诉。两个人可能也会曾经经历过相同的一些人生经历，所以会有蛮多相同之处，而让大家想法是比较一致的，不需要太多时间去做一些磨合。他很感谢你教会他什么是真正的爱，你可能会有自己很包容的那一面，大气的那一面，你可能也有自己不去斤斤计较啊。你应该可能是比他更加聪明的，你知道一物降一物，如何去降得住他，如何让他对你痴迷。当然在爱的能量上面呢，你有传递给他，让他深层次的去解读了爱，打开他了这种爱的幸福之门，并不会把注意力完全放在自己的身上哦。而他在纸上给你写了一封信，但不敢给你看所以在你面前也有自己比较羞涩的那一面，比较腼腆的那一面吧。正是因为在你面前可能有一些不同的感觉，对一个自恋的人来说，他有自己比较害羞的那一面，也是蛮奇特蛮奇葩的，所以你给他带来的这种感觉呢，让他深信不疑自己是命中跟你注定好的缘分。你是唯一一个懂他的人，无论他说什么，其实你都很懂他，或者是哪怕有时候他不需要讲什么，你就很清楚他在想什么。自从他认识了你之后呢，就有更多的精力去实现自己的目标了。你有激励他哦，你有鼓励他更加的优秀哦。可能之前呢，自己是一个月光族，那挣多少花多少，但是跟你在一起之后，他有更多的一些责任之心了，要懂得去存钱啦，要懂得去学习做一些家务啦，要懂得自己更加的有一些义务啦，要去滋润这样的一个情感啦。可能在认识你之前呢，他有比较幼稚的小孩子的那一面，在跟你在一起之后呢，是要成熟一些，是要快速的成长了。他发现你内在的智慧非常的有吸引力，他就是觉得你很机灵，很有灵性，很有智慧，他有佩服你思想的地方，你有时候给他传递一些新的想法，或者是看事情的角度呢，都让他觉得蛮特别，但是又蛮佩服的，这个很好哦。那这个人他走进你的生命之中了吗？
我们这边出现了家庭牌卡的逆位以及要流动的讯息哦，它还不在你当下的环境之中，你可能还有一些生活环境或者是事业上面的一些改变，你可能在自己的人生阶段里面要进入到另外的一个阶段之后，才会出现你的真命天子。当你的事业或者是你的生活真正的稳定之后，而且呢自己也小有一些储蓄之后，它才会出现哦。你的真命天子应该不会在你非常年轻的时候出现，一定是你有一些经历阅历，并且可能有一点点的人际关系感情技巧了，它才会出现。所以不用着急，在自己有一定的年纪之后呢，有一定的人生阅历之后呢，再遇见自己的真命天子，那个时候你就懂得如何去滋润自己的爱情，如何去解决爱情中的麻烦问题了。那宇宙呢，接下来给你的讯息，你跟自己的真命天子呢，是属于比较慢的情感上面的培养。最刚开始两个人是有互相动心的能量的，那是有留下很好的印象哦。但你们从认识到建立爱情的话呢，还是慢慢来，不会太过于的急速。大家都是建立比较深的情感地基之后，然后进入到的爱情，而这份爱情呢，是有一些考验存在的。两个人会接受一些现实的这些挑战，但是出现这些挑战之后呢，请保持足够的决心、足够的意志力以及足够的解决能力。不要因为出现现实的挑战了就三心二意，觉得两个人不合适，还是放弃就算了。如果是这样的一种心境的话呢，可能这份情感不会进入到开花结果之中哦。但只要是就非他不嫁，或者是非他不娶，就这样的一种很珍惜彼此的心情呢，会让这份情感走向婚姻的。也许这种现实的考验对于有的朋友来说，他的年纪比你小，也许他的心智成熟度是确实跟你有一些距离的，也许呢你们可能有一些远距离啊，或者是父母并不是很赞同，父母有其他想要你去结婚的对象啊等等的。总之呢，就是有这种现实的硬性挑战在这里，但只要努力去解决的话呢，其实是可以解决的。另外呢，这份情感里面肯定会出现恐惧的时刻，但你一定要记住，这份情感是将心比心的，是一份很公正公平的情感。如果你焦虑的话，那这份情感也会回馈你一些事情，让你真正的焦虑的。如果说这份感情里面你会有不安全感，你会有患得患失的，那这种能量可能也会传递到这段关系里面，而发生一些现实的事情，让你真正的感受到这种焦虑哦。这份情感是有能量反弹的，如果你想的都是美好的、积极的、一定会成的这种心态的话呢，那这种心态就会带来真正可成的现实状态。如果在这份情感里面你出现怀疑，可能对方也会出现怀疑哦。但是你积极保持信念的话，对方他也不会放手，也会积极保持信念的。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哦。记住，能量反弹，你给好的能量就反弹好的事情，你给坏的能量就反弹坏的事情了哟。其他的也没有特别要注意的地方了，该它出现的时候呢，自然会出现的，好吗？亲爱的朋友，那我们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祝福你在地球玩得愉快，我们下一期再见喽，拜拜。